你来陪姐姐睡一觉，我便给你，如何？快把赵文带给我。我叫阎婆惜，本是东京一歌女，流落运城卖唱，父亲一命呜呼，无钱安葬。无助之时，是及时与宋江递来10两碎银解我危难。看到周围人对他的崇拜，我也觉得他送钱的样子可真帅。本想说些什么，可他行色匆匆，不留半点时间给我。凭我29的年方，绝美的容颜，料他单身30年，必会对我念念不忘。可好几天过去，却只等来他的小跟班，一个叫张文远的小白脸。别看这厮长得一表人才，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可多着呢。他一脸色相对我深情表白，我笑他刚吃了几天饱饭，就敢拿着从宋押司那讨来的银子到我面前摆阔。最后还是经验丰富的刘婆看得通透，脚没寸土立足，头上没有片瓦遮风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要是宋押司差你来提亲，我都要给你磕3个响头。张文远恼羞成怒，拂袖而去，反倒给了刘婆灵感，找到宋江开始撮合，说我如何有情有义，又如何仰慕押司。可宋江就跟听不懂似的，留下一句不用客气，就想离开。押司，你让那婆媳住在我家里，举目无亲，无处投奔呐。穿戴吃住没有来处，这天长日久没钱花了。哎呀，押司，我可不是来向你讨钱的。刘婆见宋江迟迟不开窍，索性开门见山，押司若愿收他做个小，也省了这份银子了。宋江不堪其扰，只说回头再聊，便离开了。刘婆得了机会，转头就开始劝说我，说现有孝义黑，后有高富帅。这宋押司出身大户人家，又在县衙里当差，家里有钱不说，还使得接济旁人。你要是能跟了宋押司，那可是你前世修下的福分呢。刘婆口口声声为了我好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分明是她自己想靠上宋江这棵大树，还能挣比宝没钱。我明知宋江大我12岁，可我还是默许了刘婆的心思，因为现在的我像极了没有根的蓬草。这刘婆不愧是王婆的同门师妹，在她的死缠烂打之下，宋江置了一处宅子，将我收为外室，连妾都算不上。人本我是不在乎的，毕竟在生存面前，名分不值一提。他供我吃，供我穿，日子不知比之前好了多少倍。本想着日久生情，凭我的相貌风韵拿下一个老男人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但万万没想到，这黑胖子人前显贵，人后只知昏睡，任我千娇百媚，铺床盖被，纤纤玉手也解不了他的衣扣。还说今晚已与兄弟相约。那时的我还很单纯，直到他义字当头，今日晚上就请押司把婆媳当成是那位兄弟。在我的苦苦哀求下，他终究还是留下了。可看他那要死不活的样子，分明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。我拨弄琴弦倾诉心事，可这老小子居然抬屁股就走。三郎，三郎听婆媳唱得如何？唱得好。那三郎听婆媳唱的什么？唱什么都好我还有些公事要办，去就来啊。三郎整日除了公事，就是那帮酒肉弟兄，只将婆媳一人孤零零地留在空房里。恰好这时张文远上门，宋江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居然提出让张文远陪我坐坐。你带我陪坐一会儿，我去就来。亏他想得出来，不光是我，就连张文远都懵了。我气得摔了手中琵琶，对这个张文远更是没有好脸。殊不知这厮心机深重，只一番话便将高傲的我打入尘埃。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？不过一个街头卖唱的，700两银子点卖给了宋押司，论起来你连个妾都算不上。张文远的话让我瞬间清醒，原来在宋江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他随手买来的可怜玩意。一时间我沉溺悲伤，无法自拔。突然耳边响起了琵琶声，姑娘灯前线晚妆，满头珠翠不摘下，
一点朱唇无人尝。没想到这货是个文艺青年，还懂我的心思。我沉浸在被人理解的安慰中，噼啪声却戛然而止。回过头时，张文远已经不见了。我慌忙追到阁楼，这货却一个闪现，好一招欲擒故纵，老招好手段。就这样，我被他的歌喉征服，当即就滚了床单。自从有了张文远的陪伴，除了索要吃穿用度，我也懒得去招惹那宋江了。刘婆见我今非昔比，也想跑来分一杯羹。当初啊，要不是你干娘，你哪有今天呢？看你干娘每日起早贪黑的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这块缎子做个袄倒是不赖。这老婆子嘴上说的好听，以为我忘了当初落魄时她是怎样将我赶出门的。我夺过缎子，嘲讽她手粗别磨坏了。她气急败坏，就开始威胁：你和那个小白脸儿眉来眼去，勾勾搭搭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说着便又要拿我的缎子，却不知我阎婆惜最是不好惹。放下！你休想吓唬我！我想跟谁好就跟谁好，你看着眼红了是不是？押司不管，你管得着？你倒是想偷汉养汉，只是这身臭皮囊没人要。论毒舌，我就没说过好吗？刘婆没想到我会承认，更没想到我居然不怕，于是骂骂咧咧就去找宋江告状。结果宋江的反应才让他崩溃。啊！押司不信。又不是父母许配明媒正娶的妻室，懒得听些闲话，生些嫌弃。你自去吧。宋江说完扭头就走，气得刘婆破口大骂：老娘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温男人。知道这终究包不住火，我开始了自己的盘算，使出浑身解数将宋江留下，试探他对我偷吃的看法。没想到他只淡淡回一句：知道了。原本这样也好，他管我吃穿，管我住，唯独不管我的私生活。奈何我那不明一文的自尊蠢蠢作祟，征服不了宋江。我由爱生恨，拿出笔墨要他立字据休了我，而且房子家具吃穿用也要一并送我。看到这，也许有人骂我得寸进尺，把宋江当提款机，但只有我知道，这是我获取生活保障的唯一机会。张文远只不过一个编制外的文案，养活自己尚且苟活，更别说让我过上好日子。于是我抓住宋江这根致富稻草，疯狂榨去。好在这老小子人老实，钱又多，对我有求必应。然而就在这么一瞬间，我突然悟了，好一个无情无义的宋三郎！我阎婆惜是有多不堪，才让你如此急迫将我甩掉。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，我放下尊严，再次挽留。三郎别走，让我再陪你一夜吧。婆媳定让三郎快活。可他还是毫无留恋，扬长而去，甚至没有回头再看我一眼。一时间积攒的委屈涌上心头，在看到他遗落公文包的瞬间，化作满腔愤怒。突然一根金灿灿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我忙将它收入袖中，生怕宋江一时折返。然而当我打开那封信，里面的内容不禁让我冒出一身冷汗。原来这黑胖子不但黑白两道通吃，还与官府通缉的要犯晁盖称兄道弟。听到楼下传来响声，我猛然计上心头，现在不敲诈更待何时？面对他赔尽笑脸的讨要，我却感到一阵莫名舒坦。把柄落在我手里，还能有你好过？接着我便出言调戏：你来陪姐姐睡一觉，我便给你。没想到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，但他越是这样，我就越生气。你当我不知道？那袋子里有晁盖与你的书信，信上与你100两金子。你身在官府，却私通贼寇。可他却嘴硬，说100两金子他没要。我当然不信。常言道，工人见钱如蝇见血。你能不要？快把那金子拿给我。在我的咄咄逼问下，他答应将那100两金子要来给我，只要我把招文袋还他。如果事情到这就结束，也许我能过上想要的生活。然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我竟在此时萌生了一个危险的想法，那就是用这个把柄控制宋江一辈子，一顿饱和顿顿饱。我想赌一次。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你明媒正娶的把我抬进宋家大门，当正室。这如何使得？
娶妻纳妾非要父母做主，由不得宋江。换了别的，全都依你。只这一件，你若不依，明日我便交与宫廷。宋江纠结万分，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。但我也不傻，只承诺成亲当晚便交给他。没想到他居然急眼了，竟一把掀了我的被子。快把招文袋给我！拿金子来！我慌忙掩饰，却让他看到了藏在枕头下的招文袋。分明是在这里嘛！他两眼放光，疯了一般抢夺。我一口咬住他的手臂，吃痛间，他摸到了招文袋里的压衣刀。贱人，快把招文袋给我！你的小命捉在我的手里，反倒吓唬我！你来呀！这贱人，看我！宋三郎杀人了！杀人了！终于，冰冷的刀尖刺进了我的心脏。原来从始至终，我只不过是宋江仗义疏财的活牌坊，是张文远眼中可以被征服的猎物，是郓城县茶客口中该千刀万剐的淫妇。我本渴望真情和尊严，却因身份歧视堕入深渊。若有来生，宁做汴河洗衣妇，也不当这金丝笼里啄人心的鸟。